他看到我这个戒指，他就老问我是不是结婚了。请问我结不结婚跟考不考试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了解我是否结婚？近日，杭州的袁女士找到记者，称自己在杭州市公安局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场参加考试时，被一旁的安全员调戏，导致科目2挂科。因袁女士多次向考试中心讨要说法无果，这才来寻求记者的帮助。早上8点半的时候，我正在考科目2，我们这里面有一个人脸识别，我已经人脸识别结束之后，按道理来说应该要戴上口罩开始考试。据了解，袁女士是湖北人，目前在杭州工作。在工作之余，袁女士跟随驾校教练来到杭州市公安局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场参加科目2的考试。就在袁女士上车准备考试时，旁边的安全员多次让她脱掉口罩。安检员他是这样子，他拿着我的身份证就这样子趴在这个窗户边上，我已经进入考试的状态了。他说你别戴，他看着我的这个身份证，他说你别戴口罩嘛，你把口罩摘下来让我看看嘛，让我看看你的脸嘛，看看你脸怎么了。然后我当时一下子忽然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很慌，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干嘛。在此过程中，安全员还紧盯袁女士手上的戒指，试图打探袁女士的隐私。他看到我这个戒指，他就老问我是不是结婚了。请问我结不结婚跟考不考试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了解我是否结婚？安全员的多次调戏直接打乱袁女士的考试状态，随后在考试过程中频繁出现失误，连最基本的安全带都忘了系，就直接把车开出去了，最终导致科目2挂科。因为在我的眼里，我觉得都是很就是这种工作人员都是很威信的，结果他居然用那么轻佻的语气，然后去跟我讲话，我当时真的吓坏了。我一个女孩子在外面遇到这种情况，真的很害怕的。任何一个女生都能分辨得出来对方到底是什么意图、什么想法。考试结束后，袁女士找到考试服务中心平台，对这名安全员进行投诉。没想到这一投诉还有更加惊人的发现，原来这名安全员还是个调戏女孩子的惯犯。我一个女孩子在外面遇到这种情况，真的很害怕的。任何一个女生都能分辨得出来对方到底是什么意图、什么想法。袁女士和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解释完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工作人员也表示会立即向上级领导打电话反映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然后我们去给那个安检员去跟安检员的上司去打了电话，然后那个上司去打完电话了之后，他就说有2个安检员，他想查到底是哪个安检员。那上司说你别查了，我大概都知道是谁了。因考试现场有2位安全员，按理说在接到学员的投诉后，应当对2位安全员都进行调查。没想到电话那头的领导直接表示自己知道是哪位安全员了。显然这样的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了，这让袁女士感到不可思议。因为语气一听，这个人绝对是惯犯，因为都不用调查，他就知道这个调戏我的这个安检员是谁嘛。对，然后后面我教练也跟我讲过，他其他的学生女学生，然后长得好看一点的或者身材好一点的也会就是有塞名片，然后也会有这种语言上的调戏。袁女士的驾校教练也表示，这位安全员以前也调戏过其他漂亮女学员，但因为这是安全员，他也不敢过多得罪。我呢就是出于什么，安全员他毕竟是负责我们安全的，对吧？我说我们上车的时候跟他问个好，对吧？他说考官好，然后安全员说好个屁啊，这么热的天你还来考什么试？在袁女士的坚持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回复会对这名安全员进行处罚，但这一处罚却让袁女士更加不满。他给我的处罚方案是什么？他说给他1次警告处分，然后罚款100块钱。我说难道这个安全员他不应该对我进行一个公开的道歉或者怎么样？他说那个人直接来了2个字，没有。随后记者跟随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了解到，那名安全员拒绝道歉，他认为自己并没有错。在这里我们希望袁女士最后能等到安全员的一句道歉，也希望考试中心在招外聘人员时应当从多方面进行考量，注重应聘者的专业素养和职业